之前在网上面看到最瞎，就是有人就说他吃到的那个肉，他觉得有抗生素的味道。然后我就问说，那到底是抗生素是什么味道？台湾我们对于就是这个所谓肉品中的动物用药残留是蛮严格的。其实现在都不能讲零检出，应该都是未检出。对，未检出，它未检出就是低于这个最低的那个机器的那个限量。我觉得抗生素还好，可是很多最常就是说你那个白肉鸡打生长激素，对，就只是因为它育种成一个很快就可以28天，现在甚至24天可以上市的鸡肉。对，现在台湾的这个法规的部分的话，它是采用叫做正面表列，太难了，太难了。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正面表列是什么。我跟你讲太难，你还讲说明啊，就是你讲上面。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图书回归之旅。这是上次我们去台中抢蛋之后呢，我们有许愿说我们要做一集那个畜产谣言。对，那今天，所以我们又请回小猪来。嗨，我觉得我们畜产人每次到过年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一直要反复的辟谣，就会跟亲朋好友辟谣。对，大家会问很多有关畜产相关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大概准备10样吧，10样而已。希望精挑细选10样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谣言。对，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在时间之内把10样讲完就好了。太多了，每年都要来一轮。最常碰到，我觉得应该是鸡都打抗生素。我也不懂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觉得鸡肉都有抗生素。然后我真的之前在网上面看到最瞎，就是有人就说他吃到的那个肉，他觉得有抗生素的味道。然后我就问说，那到底是抗生素是什么味道？抗生素是什么味道？他们就是说有一股药味，但是那个药味，因为其实屠宰场他们在肉品表面的微生物，他每次要处理，有时候就会用一些食品级的消毒水去稍微把它冲过啊。那可能也是会有点药味，但是到底有谁可以具体告诉我抗生素是什么味道？就异味。对，就异味，他们就觉得就是抗生素。但是其实台湾我们对于就是这个所谓肉品中的动物用药残留是蛮严格的。那当然就是像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很多的肉商，他们都会出示这个动物用药的检验报告，真的蛮严的。那现在台湾在这个法规的部分的话，它是采用叫做正面表列的。太难了，好，我来说明一下所谓正面表列是什么。我跟你讲太难，你还讲说明啊，就是你讲表上面有列的，就代表就是说可以用，然后它有所谓的限量标准。它可以检出，但是需要在这个法规的限量标准以下，没有列的就不可以出现。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哦。对，我以为是用禁药，就是禁止用什么禁止用。也有，它现在有一些药的确是禁药。对，然后所以正面表列就是说禁药的部分，你当然就是不能被验出来，一点都不能有。其他的是可以使用的，它就是会有一个限量标准，就你可以使用这些，然后只能用多少？对，就是说你在验出来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肉的残留，它必须要在这个限量标准的以下才 OK。照理说，我们这些农户们、饲养户们都会遵守一个停药期。然后其实你今天动物要送去屠宰场之前，他们可能自己都会先抽。其实法规上面也是说啦，你的要送屠宰之前，你就是要先随便一只去抽验。如果今天这个没有过的话，你这一批就不能出，你可能要再摆个几天。我们就是俗称的药检没过，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像我之前曾经就是做实验的时候，就真的是有药检没过的。就再摆了7天，结果摆了7天很好笑，因为鸡养得太大，没办法进电宰场，所以我们自己杀，挂架上不去。怎么自己杀？可以自己杀吗？自己吊起来，太惨了。对，超惨，因为没有人要帮我们杀，因为太大只，你有脚踝已经进不去了。对，他那个电宰的线没办法。太扯了。对，只是多放了1个礼拜，就是因为药检没过。对啊，所以其实对这个规范它是蛮严格的，但是其实这个又牵扯到，我觉得会造成大家那么多误解，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啦，蛮少人会看所谓的检验报告，没有人会看，拜托。好，这边那我也可以大概教大家一下，就是像我们的检验报告的话，通常就是最前面第一栏就会说，这是什么用药，第二栏就是说它的这个检验结果是什么，然后通常最后面会有一个最低限量。大家都很容易会把这个所谓的最低限量当成是法规，可是这个所谓的最低限量其实只是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机器的能力的最低限量，它不是法规哦。所以很多人就看到说，哇，检出值比最低限量高，然后你这个有残留，你这个不合法，其实不是。他们不会把法规放在报告上面，除非厂商特别要求。
所以很多人就在玩这种。拿检验报告说它高于最低限量，对，可是他看不懂因对，为不懂报有些人真的告的规看不懂则啊。对。然后甚至就是说，也有人在玩一些所谓叫零检出跟未检出。哦，对，这也是文字游戏，就是其实还蛮多厂商会宣称说我是零检出，其实现在都不能讲零检出，应该都是未检出。对，未检出，它未检出就是低于这个最低的那个机器的那个限量，它就会叫做未检出。对。对，可是它其实还是会有东西在。我觉得抗生素还好，可是很多最常就说我的那个白肉鸡打生长激素，对，就只是因为它育种成一个很快就可以28天，现在甚至24天就可以上市的鸡肉。对，你吃的炸鸡全部都白肉鸡。对，就算你今天吃的土鸡，不好意思，它是育种出来的。对，没错。对，台湾的这些饲养户们都蛮厉害的。现在最常见的那个白肉鸡就是泰拔一家嘛，它那其实国外都已经选育好了，然后所以长得很好，再加上我们的饲料配方，对，配得很好。土鸡这个部分我觉得就还蛮厉害，我们台湾人自己把土鸡配种的超大只，现在长超大的。对，已经像以前我们的概念的土鸡，可能都是要14周啊、16周才可以上市，现在11周就已经大到爆。14周就是3个多月。对，客家人的话，他们要吃那个盐公鸡，对，然后他们会养到6个月，他们才觉得那个肉够扎实，其实蛮硬的。那鸡真的大到一个夸张一个小孩子去，我觉得被他生吞了。那比小孩子还要高，差不多就是4年级、3、4年级的小朋友的高度。对啊，土鸡场的话，他们会肉用品种的，然后自己去配。对，就有商用土鸡也被改到超大只的，所以其实不是说一定你这个长得很大只、长得很好就是生长激素。对，真的，因为真的育种的效果超好的。如果大家有去过鸡场的话，你就知道。对，很惊人。对，以土鸡来讲的话，它已经育种育到一个就是很会长肉，没错，但是它的繁殖性能很差。是哦。对，已经被搞成这样了。所以其实有一些老师们，他们现在是比较着重在把它的繁殖性能拉高。是要拉回来。对，有点像那个现在日本和牛的状况。对啊，日本和牛就现在 A4 的比 A5 的还要少，然后的确有繁殖上来，很会长，很会有。对，但是它的那个其他的性状都已经越来越不好。可是鸡的育种很快，不是蛋鸡的话，也是3、4天会生一颗蛋。对吧？你3、4天就会有一批。肉用的东西育种很麻烦，是因为要杀了之后你才知道好不好。才知道，对，你才会知道好不好。对，虽然有一些机器可以去测一些有的没的，可是鸡太小了很难测，最后还是要杀，还是整个打开来。然后如果是牛的话，就是2年半以后才有结果。鸡的话，半年一定会有结果。对，所以很快。然后它每天生嘛，它就可以测说你配谁好不好。对，牛的话就真悲剧。那个你要2年半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成功或失败。所以其实台湾的那个鸡的育种真的2年半不止哦。它是你2年半就杀掉啦。对，所以它是2年半让这只长大之后让它怀孕1年之后，它生下来那一只长大，我靠，你才能测说这只生出来的好不好？对不对？所以6年啊，6年才能够知道育种结果。对啊，可是鸡就超快的啊，鸡超快的，猪也算快。猪对，重点是猪一次生超多，7、8、10头。对啊，对，8头10头这样子，很多。一窝牛1只，而且牛如果是双胞胎的话不能用。对啊，对，双胞胎2只都不能用，都废掉。我们以前大一都结果就是实验，就是龙凤胎的乳牛就来被我们对，你不要比这个。我们那一年其实这个实验有点夸张，对，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对，后来听说那个都有比较好的方法。对，后面的他们都很保守啊。对，没有给药给的比较好，没有现在的好像比较无聊一点。我们学校很棒，赞，我们实作都很强。对，我们立刻就了解到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对。